那来的时候，火车了身上也不需要什么钱了，所以就正好带了100港币。每次看到那个钟啊，转一圈6块钱，转一圈6块钱啊。那生我女的时候正好只有50块钱，所以每次买东西都能买捡最便宜的呀。没有钱可以投资房地产，我这彻底颠覆了我的认知啊！就是我跟他一样，我后来3年也买了16套房子。我当时其实是我先生的 UBC 在读博士，我是一个陪读的身份，在那个就买了一个单程机票，就来到这个温哥华嘛，等于我是 visitor 的身份。那来的时候，火车了身上也不需要什么钱了，所以就正好带了100港币，所以当时那个情况就特别的无助哈。那是1995年的秋天，就是27、28年前吧。以前那个时候我们都没有这种体验嘛，所以来的时候我们体验了一把，就是用的车里面不能有雾，不能关车门，也体验了这种 basement 很低。但是最开始啊，也是幸运的，也是一个特别的体验。好歹我先生还有奖学金嘛，他1个月有1500块钱奖学金，就我刚来的时候，所以租房啊、用车啊、上学啊，这还都可以覆盖。但是后来他导师不就是退休了嘛？有1年以后，他导师退休了以后，那么基本就没有奖学金了嘛。那没有奖学金的时候，那时候我女儿也要出生，所以当时就是特别的艰苦。每到付房租的时候啊，我们都那房东也挺好的，就是每次我们跟他说一说啊，也可能要多给我们几天时间。就当时我先生也没办法嘛，因为他生我女的时候正好只有50块钱，所以他这个时候怎么办呢？所以我先生就开始去打工啊，因为他也只能是那种去餐馆洗碗嘛，因为这都是临时工嘛，也不可能是一个长期的啊，所以当时他就找了一个韩国餐馆嘛，叫做外贸屋。他就是晚上基本上就是晚上8点多钟以后就帮厨嘛，洗碗嘛。所以每次回来夜里2点多，我就问他，我说你累不累啊？他说不累。每次看到那个钟啊，转一圈6块钱，转一圈6块钱啊。所以回想那个时候都是挺艰苦的。是对。那时候房租是多少钱？那个房子我记得应该是600块钱1个月，那也占了很大的比例了。是啊，是的，所以每次买东西都能捡最便宜的呀。后来就是我先生就想，那这打工才多少钱呢？这不就是太少了嘛？所以后来他就有一天他就为了我们有个 roommate， 我们2房1厅嘛，有一个 roommate 嘛。他呢就是学车，结果那个学车的时候，那个教车的师傅啊在我们楼下就发现那个他的车有点问题。我现在动手能力特别强嘛，所以他就赶快去楼下帮忙。就帮忙的过程当中，我就问他，你教车1个月赚多少钱？我就是一讲，他说1个月6000块钱。我现在说，我从小都喜欢车嘛，所以他觉得这个没问题啊。如果1个月能赚6000块，他觉得我也可以啊。所以他就开始想办法筹备，那个也想自己搞一辆2手车，就开始那个学那个开车嘛，对，所以他就很快就考到了这个牌照。考到这个牌照，我们就东拼西凑吧，借了这个4000块钱，然后呢就搞了一辆那个这个教练车，车是很漂亮。2000年的时候。我们已经攒了几万块钱了，大概3万多块钱吧。在3万多块钱以后，那不是你知道大的看我们炒股票嘛？咱就把那点钱拿到股票。这个在2000年的1月份的时候，咱就差不多7万块钱就炒了股票。最大一个炒的股票就是E-Trade的。那会儿你知道吗？就是那个 electronic broker 嘛，以前不都是到银行炒股票嘛？那会儿刚开始这个叫做E-Trade的嘛，我就把这个股票放进去，25块放进去，65块出来。虽然我们所以我们很 lucky 嘛，
真的是一路很 lucky 啊。那会儿一心想着怎么赚钱，其实你知道这中间啊，刚刚我没说这个啊，因为当时不是生完我女儿嘛，我女儿不到5个月的时候，我们就想着怎么办呢？我们俩人又要读书，我读会计师嘛，我先生还在读博士，还没读完嘛。那我们那会儿就想着怎么样快点把这个书读完，又想着怎么赚钱，所以就把我女儿送回中国嘛。这是我一生当中最后悔的一件事情，因为毕竟才5个月嘛。如果说我再重新倒回头来啊，再回到1997年的时候啊，我觉得不会这么做。读书可以慢慢读一点嘛，也没有关系嘛，对吧？不会这么做，这个对于孩子的伤害啊，人们不说嘛，这个童年的创伤啊，要医生来疗愈童年的创伤。幸福的童年可能幸福一生，不幸的童年啊，得医生来疗愈啊。如果说不是因为今天我们学了心灵成长，知道这个事儿对孩子造成多大的影响的话啊，那我可能绝对不会去花20万美金去做这件事情。我当年看那个电视广告一样，没有钱，欠2万学生贷款，根本都不知道出路。哎，就这个电视广告，他就说没有钱可以投资房地产，我这彻底颠覆了我的认知啊！你看，你一般来说，你不就得有钱才能投资房地产呢？不仅要有钱，你还要有很多钱才能投资房地产呢，这不就颠覆了我们的认知吗？哦，原来没有钱也可以投资房地产，不仅可以投资房地产，还能够3年成为百万富翁。当时我跟我先生说嘛，我说那10年也可以啊，别说3年，10年我已经很乐开了花，对吧？所以这就给你了一条方向。哦，原来没有钱可以投资房地产，还可以投资很多房地产，不仅可以投，还可以很好的投，还能投到一个很高的阶段。如果说我当时没有上那一堂课呢，那我可能还是会计师嘛，会计师也没什么不好，反正你就 good living 嘛，也还能养活自己，但是少一些选择吧。当时2002年是夏天嘛，那天早上我其实很早就起床了，5点就起来了，家里人都在睡觉嘛，那我想他们在睡觉，不然我就安静的看会儿电视。结果一打开，正好看到那个电视广告，他是一个地产大亨嘛，他就讲就是说，哎呀，我父母离异，中学都没有毕业，我在 slaughterhouse 砍猪肉，屠宰场砍猪肉，那我学会了零手机买房，3年成为百万富翁。哎，当时我一听，这跟咱是不是很 relate 呀？没有钱，没有背景，什么都没有，对吧？哎，也就无非他英文是第一语言，咱们这又是硕士又是博士，不笨吧？就当时我就跟我先生说嘛，我先生当时说，哎呀，他这广告会不会是骗人呢？所以我就定了闹钟，那一段时间啊，每天早上5点钟专门听他的广告，听完1周之后，我就要上他的课程嘛，他就是卖课嘛。其实来说啊，他这个课程那会儿叫2600美金，那会儿1.5啊汇率是很贵的，所以就用信用卡嘛。所以当时上课这个老师啊，不是他本人，是登布莱这个老教师。其实这个老师跟我们年龄差不多，他是在2000年我买的股票嘛，这股票不都亏了吗？因为他借同事的钱、朋友的钱、亲人的钱、家人的钱、哥哥姐姐钱，借的钱炒股票，那大家看我后来不就崩盘了吗？我刚才为什么说我很 lucky 的？我们是1月份把钱取出来的，买第一个房子嘛，所以很多人不就亏了吗？他是2000年、2001、2002 3年吗？他买了16套房子，就这个小伙子，这个榜样的力量啊，就给我真的是一个巨大的一个鼓舞。那当时他就想，他也没有钱嘛，还欠了一身债，哎，3年买了16套房子。其实我跟他一样，我后来3年也买了16套房子，真的，对，都通过零手期，太牛了。对，所以他当时其实吧，就是一个观念的问题。就刚刚说马云说那样的，他是赚钱是世界上最简单的一件事情。如果你知道那个方法，一定就是觉得简单。当你不知道的时候，肯定就是不知道嘛，难者不会，会者不难。就像我们游泳、骑自行车一样嘛，不会咱就不会嘛，会了不就觉得很简单嘛？就像今天一样的，我去谈一个零手期买房，这肯定没问题。今天很多人说，哎呀，利息高，通胀啊，现在环境不好啊，那还能不能投资啊？还能不能零手期啊？其实你要知道，零手期买房它是个方法论，它又不是说今天可以，明天不可以。这个从 Robert Allen 啊，这个零手期鼻祖啊，就是他写了一本书嘛，叫 Nothing Down， 就是106种零手期的买房的方法，他是总结美国的嘛啊，这本书是1984年出版的。你知道1984年到现在，是不是经历多少次的这种涨息啊、跌息啊、经济危机啊，
也不是一次两次嘛。这种方法呢，到我接触这2002年嘛，那一直到2008也有一个次贷危机嘛，一路都没有问题。它是个方法论嘛，以前可以，今天一样可以。重要的是知道和不知道的问题。如果你不知道，当然就不知道了；如果知道，那就知道。这里面房地产它是一门学科，就像创富一样的，它也是一门科学。这门科学，知道就是知道，不知道就是不知道嘛。知道了，你可能觉得就容易；不知道，可能就觉得不会难。有时候我们说这个零首期买房啊，一分享给别人说，别人说那合法吗？对吧？那现在可以吗？那你以前运气比较好，可能可以。现在时代变了，是不是不可以了？其实什么时候都可以，因为它是一套方法论。对，就像我们学会走路、学会骑车一样。当然，财富还是不断的在升级嘛，不断的在升级。别人可能一句话赚100万、1000万、1个亿，可能我们一生也达不到人家的起点，那是为什么呢？其实人与人之间呢，IQ 啊，并没有多大的差异，智商并没有多大的差异。重点是说有没有跟对人，有没有抱对大腿。你抱对大腿，跟对圈子，就要找对了导师，也可能一站式的把这个问题就解决了。这是我过去这么多年的经验来说啊，为什么上了那么多课程呢？发现每一次上课都有一个新的方法、新的思路。事实上，就是不有一本书叫《思考致富》嘛 ，Thinking and Grow Rich。那真的是一点。当时上完这个零首付买房的课程之后，是马上就开始实践了吗？有遇到什么波折或者困难吗？当时他不是有一个 preview 嘛，先注册这个课程，然后再等到上课嘛。我们还没有上正式课程的时候，我们就用他这些跟我们的一些书籍嘛、知识嘛，然后我们就在Main 加16街同一条街上同天零首期买了2栋独立屋。这么厉害？对，就是怎么找到这个房主呢？就是正好碰到他们愿意以这样的方式进行交易。其实说不是说房主就在那儿，这很多东西是因为你知道你就会看见，不知道机会摆在面前也是不知道的，根本可能都看不见，因为你都不知道它是机会。重点是说你机会总是给有准备的人嘛，如果你根本都没有那样一个意识，根本都不知道可以零首期买房的话，我们去买房的时候你都不会跟屋主谈这件事儿。就是您说给你上课的那个老师，他当时是.com bubble 破了，他负债了，然后他去3年买了16套房。那他当时应该是没有现金流，没办法跟银行贷款吧？他是怎么做到的呢？对，在当时的时候，那会儿的贷款政策跟现在不一样，所有的贷款政策，只要你的租金超过你贷款的1.1倍，就可以视同你没有贷款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对，所以我们每买一套房，所以我买的房子一个特点都是房间很多，每一套房子都是房间很多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如果租金不够就不能贷了嘛。这是为什么在2006年咱不是持有那么多房子之后嘛，16套房子之后嘛，咱在转型。对，因为贷款政策变了呀。那就等于说不能再用那种方式来贷款了，加上房价涨了嘛，租金不够嘛，所以你根本没有办法再做原来的那一套路嘛。所以我们后来不就转型嘛，换跑道嘛，就不再买独立屋了，就开始走向了商业物业的。当时就是我们也感觉到很困惑呀。你看，你有一座座的金山，是不是买不了午餐？没有现金流嘛。我们有一次有3个屋顶同时修，这都搞得人都要崩溃呀。你想，你本来租金都很有限，那你3个屋顶同时修，那个月都花2万块钱。我们有一个屋顶是屋顶，那个光那个都要花1万2，所以瞬间是不是崩溃了？哪有那么多这个租金呢？所以后来我们就去上课嘛。我们那个带着这个孩子们一起到旧金山，这个洛杉矶去上了这个 Richard Rupp 老师这个课程。当时我就跟他说这个问题怎么办？温哥华房价涨了，租金不够，他就说那你就来 Colorado 吧。他是在 Colorado 嘛。当时我们上课他有250多间房子 ，Colorado 的房子那会儿就是大概10万块，租金1000多。
那肯定没有问题吧？所以当时我们已经在温哥华买了这么多房子，我们要去 Colorado 肯定是不太可能嘛。所以当时他就说，那你就只有换跑道，就要么就换地方，要么就换跑道啊。那我们就选择换跑道嘛。所以他推荐我就上了那个商业物业的那个课程嘛，所以就开始做商业物业的投资。当时我们2008年嘛。我们不是买了那么多些投资房，也开始2006年开始往商业物业上走嘛。那我觉得可以把我们这种经验啊、知识啊做一个分享，因为我本身就是老师出身嘛，就是很爱分享的那样一类人，所以分享就有一个乐趣嘛啊。我经常就是说，你越有用，你就越有用；你要是没用，你就成那个没用的人嘛。你要想躺平。真的你就躺平了，你就再也起不来了。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开始跟我先生俩就想说，建一个温哥华地产投资俱乐部，把我们这种知识啊、经验呢分享给我们华人啊，这样大家也可以少走点弯路嘛。所以我那会儿人比较多，可能一场就好几百人，因为没有人讲嘛。所以我们2008年就建立了温哥华地产投资俱乐部，就开始做这些分享。当然呢，我们08、09、10、03年做了很多讲座。人也比较多。2010年，我们最后一次讲的11月份，我们就停了。为什么停了呢？因为物业买太多了，我们一年大概买1000多万嘛，一下子吧，它从住宅到商业还不一样。住宅物业它是管物业，就管物业不用管人嘛。商业物业要管员工嘛，每一个物业是不是就开始有一个员工或者2个员工嘛？我们其中一个物业半年换掉4个经理。因为都是远程嘛，买这些物业我们全是买的远程物业，因为租金高嘛，价钱便宜嘛，性价比、租售比比较好嘛。这个物业的比较大，当时是100多个单位出租嘛，所以在半年换了4个经理，而经理投钱，就是他收的租金他不成嘛。因为我做会计师背景，这一下子就明白嘛，就是你这个账目，比方说他说这个人去旅游了，这个人不交租呢。我这很简单的打个电话跟那人是不是理由嘛？上个月理由，下个月理由，再想还理由吗？你那电话一打，原来他付的现金，就知道这个经理有问题嘛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就感觉到有点焦头烂额，因为我和我先生吧都没有做过生意，家族都没有做过生意，就不是做生意的背景，就是从管物业到管人这个跨度吧，那会儿不会。也不知道怎么好好的建团队，当然这是后来慢慢的学习嘛，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停下来了，就把买的那么多物业赶快把每一个物业组织好，安排好。因为你说这个投资房产它是一个有形资产啊，摸得着看得见，这风险小也很小，因为你看得见摸得着吗？你这风险大也很大，因为你借了那么多钱嘛，对吧？如果说一旦你经营不善，那么不就还不上吗？那你还不上，你不觉得有问题吗？你看所有这些伟大的人啊，这些巨富们，马云是不是有达摩院，有禅修室搞太极？那个乔布斯是不是有那个禅修，对吧？比尔盖茨还是 NLP 执行师的高级执行师，纽约有个冥想学院，对吧？所以剑桥有那个灵修学院，这神学院的多得很呐。对吧所以到人的终点，最后都走到神的起点，都是到最后发现，原来有一位神，对，是的，是的。